从台北来到大陆工作，由于办公室裁撤，我待了13年的公司把我裁了。看着到手1000万的赔偿金和顶格缴满的社保，我毫不犹豫签了解约协议。有了这笔钱，我就可以躺平，和老婆一起全职帮女儿带娃。然而兄弟却提醒我，现在的人啊，知道你手里有闲钱，指不定就不想奋斗了。我嘴上应着都是自家人，不会这么做的，心里却记下了这话。于是趁着周末大家都在家，我公布了自己被裁，准备提前退休的消息。爸，您才45岁，现在退休社保缴够了吗？退休金能有多少？女儿的一声指责却让我闭上了嘴。妻子更是关心我拿了多少赔偿金。钱不多，但你不知道现在外面大环境不好吗？怎么净给家里添乱？我一愣，没想到至亲之人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原来所谓的亲人，在利益面前竟也会六亲不认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见我始终不回答，女儿索性把碗往桌上一摔。爸，你倒是说清楚，到底拿了多少赔偿金？我这怀孕生孩子，哪样不要钱？一旁的女婿也立刻接话，是啊爸，现在养个孩子成本太高了。您的退休金，可是我们家以后的定心丸啊。我那整天躺沙发刷手机的老婆，索性直接拿筷子抽了下我的手。你冲动退休跟我商量了吗？我这打麻将的钱找谁要去？你让我下半辈子怎么过？我看着他们仨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唾沫星子都快把我淹没了。好像我不是刚失去了工作，而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，成了全家唾弃的累赘。可明明当年老婆因工伤下岗，是我一人撑起这个家。这么多年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打零工，一分钱掰成2半花，最后还风风光光送女儿出嫁。我把我能给的都给了，怎么到头来，好像我呼吸都是错的？怎么我一个人能养全家？现在2个有手有脚的年轻人，反倒指着我一个下岗的老大爷来养。我放下了碗，这顿饭我是彻底吃不下去了。见我甩脸子，妻子猛地站起来，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响声。没用的东西！她摔门而去，骂骂咧咧的声音从楼道传进来。借给你真是倒8辈子霉，以后一家人一起去喝西北风吧。门板震动的回声还在屋里嗡嗡作响，女儿反倒把矛头再次对准我。爸，你看看你把妈气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个家全靠妈当年那点工伤赔偿金撑着面子，现在你倒好，说退就退，以后是不是还得指望我妈那点老本养你啊？我胸口一阵发闷，工伤赔偿金，那点钱早就被他挥霍在牌桌和酒桌上了。这么多年，是谁风里雨里跑客户，才把这个家撑起来，给他攒足了嫁妆，让他风风光光出嫁，不至于在婆家抬不起头。女婿也在一旁阴阳怪气的帮腔，是啊爸，不如您把赔偿金拿出来，我们帮您打理，就当是给未来外孙存的教育金了。我看着他伪善的面孔，想起他当初娶我女儿时，口口声声说会孝顺我们2老，如今看来，孝顺是假，盯着我的钱袋子才是真。我的钱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我硬邦邦地回了一句，就动手开始收拾碗筷。女儿却一把按住我的手，指甲掐得我生疼。你有什么数？你看看社区里张大爷，快60了还在做保安，
李大爷退休了就去工地搬砖，人家都知道给儿女减轻负担，你怎么就这么自私？女儿的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。张大爷做保安是因为儿子不成器，李大爷搬砖是因为老伴生病欠了债，而我辛苦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熬到退休解脱，却要被自己的亲生女儿拿来和他们比较，只因为我不能再继续做他们的血包。我自私。婷婷，从你读书到结婚买房，我哪样没为你考虑？现在我就想喘口气，反而成了罪人，那也是你这个当爸该做的，应该做的。这4个字像一盆冰水，从我的头顶浇下。女儿考上大学那年，我同时打着3份工，累到晕倒在路边，就为了凑够她心仪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和名牌行李箱，怕她在同学面前丢份。她出嫁前，我把自己压箱底的金元宝卖了，又添上大半积蓄，只为给她置办一份丰厚的嫁妆，让她在婆家能挺直腰板。那些精打细算抠下来的血汗钱，到头来却只换得一句轻飘飘的应该做的。她看不到我的付出，只觉得一切理所当然，她只在乎我还能不能继续付出。女婿在一旁搂过她的肩膀，看似安慰，实则拱火道：婷婷，你别激动，对胎儿不好，妈可能也是一时没想通，慢慢劝。说完，他又看向我，语气带了些威胁的意味。爸，婷婷要是因为这事儿把肚子里的孩子气出个好歹，您心里过意的去吗？我看着眼前这对恨不得把我骨髓都吸干净的男女，再想到那个摔门而去只会索取的妻子，心里只觉悲凉。滚出去！我背对着他们，声音疲惫却冰冷。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们。女儿似乎没料到我会直接赶人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更大的怨气。好，你赶我走，这可是我妈家，你一个连收入都没有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赶我走？等你老了动不了了，别指望我伺候你。她哭着抓起包，随她爸一样摔门而去。房间里终于彻底安静下来。我靠在冰冷的灶台边，浑身发冷。窗外的灯光暖黄，邻居家的欢声笑语隐约传来，更衬得我这个家冷清得很。我辛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家，我掏心掏肺对待的亲人，原来竟是这样的豺狼虎豹。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，我的手机突然亮了一下，荧幕上是女儿发来的微信消息，长长的好几条。爸，我今天话可能说重了，但我都是为你好，更是为这个家好。公公刚问我你退休金多少，我都没脸说。他娘家姐夫都60了还在工地干活，一个月挣4000多呢，那才叫会为儿女着想。爸，你再好好想想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找个活干，哪怕当保安呢。一条接一条的资讯，没有道歉，没有关心，只有更进一步的指责和索取。我手指发抖，想打字回他，想问问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，怎么就变成了这副嘴脸，打了又删，删了又打，最后只发出去一句：婷婷，爸累了，想歇歇。几乎是立刻，他的回复就弹了出来：谁不累？您不为我着想，也得为您未来的外孙想想吧。他怎么能摊上您这么个没本事的外公？我没再回，心口那股闷气又顶了上来，堵得我胸闷。于是之后的1周里，女儿每天准时请安，内容翻来覆去就是逼我出去干活，好像我45岁退休享福是天大的罪过。妻子也莫闲着，自从我下岗，他在家就跟个大爷似的，等着我伺候。早上我还没醒，他就把1星期攒的臭袜子、脏内裤全扔我枕头边上。反正你也不上班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洗了呗。他嘴里吃着冰棒，
口气理所当然。我看着他油光满面的脸，想起当年他工伤下岗回来，抱着我哭说对不起这个家。那时我心软，揽下所有担子，让他好好休息。这一休息就是10几年。我忍着一口气，莫搭理他，他却越发来劲，跟着我进了厨房。做饭就放这么点米，我现在没收入，你就想饿死我？好带着钱去找小情人是吧？我猛地关上水龙头，水花溅了一身。你再说一遍。他大概没见过我这么硬的脸色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恼羞成怒，说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吃我的住我的。我说不得，这个家姓张，不姓李。张玉茹，这10几年，你往家里拿过1分钱吗？女儿的嫁妆，这房子的贷款，哪一样不是我起早贪黑挣来的？妻子被我戳到痛处，脸立刻涨成了猪肝色。他扬手似乎想打我，最后也只是狠狠呸了一口，骂骂咧咧回了客厅。我以为这就算完了，结果到了傍晚，门铃响得跟催命一样。一开门，女儿女婿站在外面，他们也不换鞋，直接挤进来。爸，咱们今天得把话说清楚，要么您明天就开始找工作，我们帮您打听了，社区物业缺个打扫楼道的，虽然累了点，但1个月也能有1800。您要是不想去打工也行，那您就把公司的赔偿金拿出来，我们帮您保管，这都是为您好。以后您老了病了，这笔钱还能应急，为我好。我差点笑出声，这话他们怎么说得出口？妻子也从卧室晃悠出来，在一旁帮腔，咱女婿说得对，老头子，你把钱交给婷婷，她肚子里怀着孩子，在婆家也能硬气点，咱们做父母的，不就是为了儿女活吗？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声音都在发颤，我是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们一个个这样企图逼死我？错就错在您没本事，错在您不能让我像别人一样有个能依靠的娘家。我看着眼前这3张脸，无用的妻子，白眼狼的女儿，垃圾的女婿，心寒透了，反而平静了。滚！那之后我胸口一直堵着股闷气，几天都没出门，直到兄弟王军打电话来，硬拉我去广场舞散心。我刚跟着音乐动了2下，就听见一道尖利的哭声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？我浑身一僵，转头就看见女儿女婿搀着我那废物妻子，3人直冲我来。各位阿姨叔叔评评理，我爸一辈子没本事，现在被裁了就要赖着我吸血啊！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，女婿扑通一声也跪下来，高举着前些日子我回复他们不愿去上班的聊天记录道：岳父含辛茹苦带大我老婆是不假，可现在他明明才45，就说干不动了要退休，要我们小夫妻养，我们小2口难啊！而我那妻子张玉茹，此刻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我这老公自私啊，只想自己清闲，不管儿女死活，劝他找个活干，哪怕扫大街呢，他就不，就要在家躺着等我们伺候。放屁！全他娘的放屁！我想嘶吼，喉咙却像被烂泥堵住，一个字都吐不出。周围那些刚才还笑眯眯的舞伴，此刻眼神全都变了。看着吧，老了可不能学他，拖累儿女。平时看着挺利索一人，怎么这样？王军想冲过去理论，我却死死拽住了他。他们就是要我身败名裂，逼我掏出赔偿金给他们。从那以后，我在社区里彻底成了名人，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，家里更没了我的位置。我每天憋着火，胸口那团闷气越来越沉，呼吸都带着针扎似的疼。王军来看我时都吓坏了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，嘴唇都发紫了，必须去医院。我拗不过他，
也被那持续的闷痛吓到，终于去了医院。检查结果出来那天，医生脸色凝重，指着影片上一块阴影，这里有个肿瘤，压迫到心血管了，必须尽快手术，手术费得15万。我当即大手一挥，做，我还要住你们这最好的病房。我想通了，与其被那群吸血鬼当血包使，最终气坏身体没得个好下场，不如把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。王军扶着我刚走出诊室时，我听见走廊尽头那3个冤家的声音，就说他是累赘，赶紧让他把钱交出来，不然这病可是个无底洞，实在不行就让爸放弃治疗吧。王军当场炸了，冲过去指着他们鼻子骂，你们还是不是人？他可是你亲爸，你老公。女儿却一把打开他的手，关你屁事，我家的事轮不到你插嘴。爸，你别装死了，我知道你听得线，痛快话，钱在哪？你再不把钱拿出来，就一个人等死吧，我就当没你这个爸。我看着那3张扭曲的嘴脸，慢慢站直，声音平静的自己都害怕。好啊，如你们的愿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断亲离婚。张玉茹愣了一下，随即狂喜，算你识相，赶紧签字。她居然立马从怀里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和笔，女儿女婿也立刻围上来，生怕我反悔。我看着那薄薄几张纸，笑了，叫公证处的人来，免得以后你们这群畜生反悔，再来缠着我。他们面面相觑，但利益当前，还是火速叫来了人。在公证员面前，我一笔一画，签下我的名字。结束了，全都结束了。协议递到张玉茹手里时，她脸上的狂喜几乎要溢出来，他们终于摆脱了我这个累赘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走廊墙壁挂着的电视里，却意外播出了一条新闻。据悉，此次外资巨头大规模裁撤，补偿方案极为优厚，传闻总监级的赔偿金可达数千万，且均为顶格缴纳社保。总监级1000万，老婆，爸之前是不是在那公司当总监来着？3双眼睛，6道目光，死死盯在我身上。公证员大概觉得这气氛诡异，匆匆把一份协议副本递给我，低着头快步走了。我却慢慢把协议对折，再对折，塞进了自己的病号服口袋。老公，那新闻里说的总监，是不是你？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的妻子。哦不，马上就是前妻了。只见此刻她那张被酒色泡肿的脸，格外扭曲滑稽，女儿和女婿脸上的刻薄也瞬间没了，换上了一种近乎狂热的谄媚。爸，我就知道您不是一般人啊，您这哪是提前退休，分明是运筹帷幄。张玉茹也立刻把手里那份协议藏起来，搓着手就想上前拉我胳膊。老公，你看你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跟家里商量下呢？差点就闹出大笑话了。我却猛地一缩手，莫让他碰上。张玉茹的手僵在半空，笑容也僵在脸上，但她立刻又舔着脸笑得更欢。怪我老糊涂了，我不该听风就是雨，不该逼你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，有什么坎儿过不去，对不对？女儿的眼泪也说来就来。爸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才说了那些混账话，您原谅我吧。我没说话，只看着他们，看着张玉茹那笑容褶子里都透着算计的讨好，看着女儿哭花妆的脸，却滴溜转的眼睛，看着女婿那恨不得把我供起来的夸张表情，真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。说完了，3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我，像等待被喂食的狗。我的赔偿金税后1000万已经到账了。听了我的话，张玉茹的眼睛猛地亮起来。老公，我这就撕了那协议，那就是我瞎写的，
咱们好好过，以后我天天在医院伺候你。我签过字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，凭什么要撕？我的一句话，让在场3个人脸上的血色一下退得干干净净。女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爸，你不会真要跟妈离婚，跟我断绝关系吧？您千万不能不要我啊！张玉茹脸色铁青，似乎想发火，但那1000万却像金箍一样套在她脑袋上，让她硬生生把火气憋了回去。老公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们之前是做的不对，但你也莫说清楚啊！你要早说你有这么多钱，我们至于闹成这样吗？看，这就是他的逻辑，错的永远是我。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，胸口的闷痛也因为这场闹剧又加剧了些。我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压下那翻江倒海的眩晕感。在睁开眼时，我看着面前这3张写满贪婪和算计的脸，只觉得无比疲惫，也无比清醒。滚出去！爸，老公，护士站就在前面。我抬手指着走廊方向，需要我叫人请你们出去吗？或者，你们想等着听我更难听的话？张玉茹的脸彻底挂不住了，青一阵白一阵。女儿和女婿对视一眼，眼里满是慌乱和不甘。最终，女婿讪笑着扯了扯女儿：“爸，您别动气，好好休息，我们明天再来看您。”说完，几乎是半拖半拽的，把还在抽噎的女儿拉走了。张玉茹站在原地，眼神复杂地看了我几秒，那里面有残存的贪婪，有被羞辱的愤怒，还有一丝不敢置信。但她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咬着牙，扭头跟着走了。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王军提着热水壶进来，看着空荡荡的病房，愣了一下。他们呢？真走了？吵完了？王军，帮我找个靠谱的护工吧，要力气大点的，嗓门亮点的。从今天开始，除了你，谁来看我，都拦在外面。尤其是那一家3口。王军的眼睛一下就亮了。早该这样了。你放心，保证一只苍蝇都没法飞进来恶心你。那一家子瘟神果然莫让我清静几天。这天护工小刘家里临时有事，跟我请了半天假。我正好做完术前检查，躺下想眯会儿，病房门就哐一声被撞开了。老公，你怎么样？怎么做了手术也不喊我们来照顾你？张玉茹扑到床边就想抓我的手，被我嫌恶地躲开。她脸上那假惺惺的关切底下，藏不住的眼珠子乱转，就差莫直接问我钱放哪了。女儿听这个肚子，一屁股就坐在了旁边椅子上。爸，你也真是，万一手术出点事，你让我怎么办？那些钱怎么办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表演，胸口那团闷气又开始蠢蠢欲动。真是我的好家人啊，关心病情是假，怕拿不到钱才是真。说完了就滚。见我态度恶劣，张玉茹也不装了。李大海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们好心来看你，你什么态度？态度是来看我死没死，钱还在不在吧？女儿猛地站了起来。爸，您怎么能这么想我们？我们还不是为你好，你一个人拿这么多钱，医院要是骗你怎么办？手术做坏了怎么办？我们是你最亲的人，帮你保管钱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就是。女婿也赶紧帮腔。爸，您病糊涂了，容易被人骗，把钱交给我们，我们才能安心给您找最好的医生，用最好的药啊。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急不可耐的嘴脸，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。跟这种人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口水。我慢慢伸手，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，解锁，点开录音，按下了播放键。实在不行，就让爸放弃治疗吧，等他死了，
钱还不是我们的。录音还在放着，那一家三口的脸色已经从红润变成煞白，最后变得铁青。女儿最先反应过来，尖叫着扑过来想抢手机。你录音？爸，你居然录音，你太卑鄙了。我猛地收回手，让他扑了个空。我卑鄙？还是你们盼着我死，好拿我的钱更卑鄙？张玉如气得额头上青筋都爆出来了，她显然没料到我来这一手，贱软的不行。她瞬间撕破脸，开始撒泼。好啊，李大海，你他妈早就计划好了是吧？他一拍床头柜，震得水杯乱晃。你故意瞒着拿了那么多赔偿金，骗我说只有几万块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我跟你结婚20多年，你赚的钱就是我的钱，这赔偿金必须分我一半。女儿也立刻跟上哭喊道：爸，你这模作对得起家吗？你的钱就是家里的钱，我和孩子也有份，于情于理，您都不能独吞这笔钱。好一个于情于理语法，好一个夫妻共同财产，家庭共同收入。我不紧不慢的又从枕头底下摸出个牛皮纸袋，这是我让王军帮我准备的，房的就是他们，协议你们也签了，过不久就能收到法院档了。过去几十年，家里每一笔钱都是我出的。我将厚厚一沓纸摔在他们面前。张玉茹眼神躲闪，张嘴想说什么，我没给他机会。现在跟我提家庭共同收入，你们为这个家共同收入过什么？他们被我对得哑口无言。张玉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看我的眼神恨不得吃了我。她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双手拍打着地面，扯着嗓子干嚎起来。没天理啊！老公有钱了就不要老婆孩子了，要独吞啊！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她这一通胡喊，让不少路过的人纷纷停下脚步。我靠在床头，看着地上这3个撒泼打滚的跳梁小丑，突然一点都不气了，只觉得无比的荒谬和可笑。这就是我掏心掏肺养了20多年的家人，利益面前，什么脸面，什么尊严，什么亲情，都可以不要，甚至可以变成攻击我的武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摸向了床头的呼叫铃。都干什么呢？谁允许你们在这儿闹事？护士很快就带着保安过来了。为首的保安队长锐利地扫过地上3人，让他们身体一颤。我不想陷他们，请帮我把他们清出去。我冷冷地看着保安把他们往外拖。张玉茹还使劲扒着门框不肯走。李大海，你这小人，你不得好死，这钱你吞下去也不怕噎死。然而他到底是个没皮没脸的，见这条路行不通，就跑我公司原址去闹了。虽然公司裁撤，但还是有一个小团队留在了那里。我知道后就立马打电话给之前关系好的法务部同事。小陈，不好意思，我家里出了点事，前妻可能去公司闹了，说我婚内转移财产。我尽量说得平稳，但声音还是有点抖。不是怕，是气的。李哥你放心，您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不知道吗？我们帮你搞定。于是没到半小时，小陈就发来了消息，还附带一张照片。张玉茹被2个保安一左一右请出公司大门，脸色灰败。公司更是对他发出警告，如若再随意构陷，将直接起诉。这边刚消停，女儿女婿又去找我兄弟王军了。他们以为王军会心软劝我，不料却被我的好兄弟狠狠骂了出去。我骂的整个楼道都听见，还有不少他们同事都探头出来看呢。干得漂亮！我胸口的恶气总算出了一点。王军，谢谢你。谢啥？我就是气不过。你放心，经过我这么一闹，越来越多人知道他们德行了，到时一人一口唾沫星子，淹死他们。我以为到这地步，他们总该消停了，结果
人要是磨了脸皮，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第二天，社区物业经理给我打电话，语气紧张：李先生，刚才有一男一女，看着像您女儿女婿，在您家房门口鬼鬼祟祟，还想撬锁，被我们巡逻保安当场摁住了。撬锁？我气得手直抖，这是要明抢啊！幸好我早有防备，提前跟物业打了招呼，换了更高级别的锁芯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员警来了，做了笔录，给他们留案底了。您放心，我们绝对保障业主安全。听了物业经理的报备，我才放下心来。麻烦你们了，经理，以后只要不是我和我兄弟王军，谁来找我都别开门，直接报警。明白明白。您放心，这魔闹腾一圈，我反而彻底冷静了。也好，彻底撕破脸，正好让我清清静静做最后一场手术，然后好好和这一家三口算账。手术很顺利，住院那段时间，张玉茹和女儿女婿不是莫想来医院闹，但我请的那个护工小刘，人高马大，嗓门又亮，叉腰往病房门口一站，跟门神似的。李哥不限客，再往前挤我叫保安了，嫌不够丢人是吧？几次下来，他们连我病房门框都摸不住。我偶尔透过病房门的玻璃小窗，看见他们在外走廊探头探脑，最后又灰溜溜被赶走的影子，活像阴沟里的老鼠，见不得光。出院那天，王军帮我办完手续，拎着行李站在医院门口，狠狠呸了一声：那一家子没再来吧？我真怕他们阴魂不散，蹲点恶心人。我摇摇头，胸口手术刀口还隐隐作痛，但呼吸是从未有过的顺畅。来了也不怕，从此以后，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是的，我出院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办理了所有手续，离婚、断亲，一个不落。离婚碰到些困难，张玉茹不愿配合，所以我直接起诉。事情结束后，我又拉着王军去了个楼盘，当场全款买下一套精装小户型。之前那套房子呢？打算怎么处理？租了。是的，我把房子交给了一个难缠的中介，他日日早上7点就带房客过去看房。日子一久，张玉茹自然而然就受不了，自己搬出来了。然而消停日子没过2天，一张传票就送到了物业那儿。张玉茹起诉我，要求分割我的赔偿金。我捏着那张纸，差点笑出声。共同财产，他在这个家里共同过什么？共同呼吸吗？开庭那天，我直接把过去几10年的银行流水、缴费单据，甚至他早年下岗后就再无收入记录的证明，厚厚一摞摔在原告席上。法官翻看着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法官，钱是他婚内拿的，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必须分我一半。可法官不是吃素的，况且当时怕我分他财产，张玉茹亲自拟定了不平等的离婚协议，也已经生效了。法官最终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，而女儿在生下孩子后没多久，就抱着襁褓来了我的新家。她站在楼下保安亭外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口口声声说：爸，你看看外孙，多像你。我下去了，孩子很小，皱巴巴的，睡住了。爸，你看他多乖，你抱抱。他把小孩往我这边递，眼睛红彤彤的。爸，我知道以前错了。爸，血脉相连啊，您真能不要我？不要您外孙。我看了看那孩子，心里没石磨波动。隔辈亲，那也得先有亲，才有隔辈亲。可我的心早寒透了。我偶尔会让保安放他抱着孩子进来坐10分钟，给小孩塞个红包，买点小衣服小玩具，毕竟孩子无辜。但超过10分钟，我就起身送客。
女儿每次都想多赖一会儿，话里话外都是生活不易，养孩子多贵，婆婆家如何计较。我始终不接话，她最后总是悻悻而去，抱着孩子，一步三回头，眼神里的失望藏都藏不住，好像我多么铁石心肠。女婿果然因为上次撬所留的案底受了影响，原本就是个不高不低的职位，公司一审查，直接给他降了职，薪水上砍了一大截。他不敢再来撬门，只敢开始电话轰炸，内容从最开始的假装关心，到后来的低声下气，最后变成气急败坏的威胁。爸，您不能见死不救，我现在这样都是因为你，你不给钱，我们一家3口就去喝西北风，你忍心你外孙饿死吗？我听着，把手机拿离耳朵半尺远，你有手有脚，不会去转，我养了你老婆20年，莫义务再养你一家3口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拉黑。世界清静，最没皮没脸的还是张玉茹，赔偿金没分到，他手里那点老底很快挥霍一空，牌桌酒桌再也没人愿意赊账给他，他居然又找来了新社区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不敢闯，就在大门口附近晃荡，看见我就扑过来，一身酒气。大海，老公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看我现在过的叫什么日子，你忍心吗？咱俩几十年夫妻啊。他试图来抓我的手，却被我狠狠甩开，离我远点。老公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钱我不要了，你让我回家就行，我以后好好对你，我伺候你。他说着鬼话，眼睛却不住地往我身后那栋崭新漂亮的楼瞟。我直接掏出手机，当着他的面按了110。喂，我要报警，有人长期骚扰我。对，现在就在。张玉茹脸色骤变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李大海，你他妈真这么绝情！我没理他，对着电话清晰报出地址和情况。远警来得很快，张玉茹还想撒泼，被远警直接扭住胳膊，调查记录一调。好家伙，之前医院、我原公司、原社区，案底一堆，多次骚扰，警告无效，带走，拘留所里反省几天。他被塞进警车时，脑袋还使劲往外伸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。我没理他，转身刷开门禁，将一切嘈杂都隔绝在外。新家的窗帘我选得很厚实，晚上拉严实，一丝光都不透。我睡得很沉，这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家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